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建家博。安安季在今年春季赛和 MSI 期间表现非常出色，夏季赛虽然输了一场，但整体还是可以接受，赛场表现是能够让人满意的。但是在赛场之下，安安季其实一点也不太平，包括春季赛爆出来的关于小虎的事件，还有麻辣香锅与安安季对簿公堂等等。麻辣香锅与安安季早在去年世界赛的时候就撕破脸皮了，如今对簿公堂之后，麻辣香锅也多次在直播间中向安安季开炮。麻辣香锅在6月25日这天是解说了比赛，解说 WBG 与 RA 第3局比赛的过程中，麻辣香锅是觉得 The Shy 打上单选出剑姬这种英雄，打野就是帮忙，用比较夸张的话来说，就是让打野给上单当狗，但骚粉还是选择固定的清空野区打法。麻辣香锅对此表示不解，认为 The Shy 选剑姬，骚粉就是得保一手上路大爹的。之后麻辣香锅表示说，我要是有这种上单 The Shy， 我就一定会给上路当狗，我的前几任上单没有这个实力。我觉得骚粉不知道珍惜，但是因为这个话引起了一些节奏，很多安安季粉丝认为他是在暗示 Let Me 等上单，然后去麻辣香锅的直播间带了一波节奏。结果麻辣香锅在直播间直接回怼，怎么别人说我的时候没见人出来开除对级，我出来调侃几句，直接前队友对级被开除了。然后麻辣香锅表示，以后给你们讲一些骚事情，等我把事情都处理好了，给你们说一些比较无敌的事情，现在是肯定不能说。而且麻辣香锅还说他知道的这些事情应该没人敢发，只能说太现实，公司竞争太残酷了。麻辣香锅的这个直播可以说是成功引起了观众们的兴趣，有很多观众都觉得麻辣香锅有可能是在用这样的行为来威胁安安季，他所知道的一些行业内部的秘密，如果曝光出来，可能会让安安季遭受重大打击。尤其是在一审结束的这个 timing， 双方还在扯皮。从之前法庭的内容来看，虽然安安季之前给出了麻辣香锅关于薪水的承诺，大概有800多万，但是没给。麻辣香锅这边拿不出详细的工资证据，因此想要赢官司还是有难度。这个时候就可以采取一些场外手段来震慑安安季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猜测，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，现在观众比较想知道的还是爆料的内容到底是哪个方面的。麻辣香锅说等事情处理完就说，指的是否是官司的事情，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事。从麻辣香锅提供的线索来看，是与公司竞争有关系的。如果是牵扯到选手的话，可能就是说某某选手成为了受害者或牺牲品，而且做出了比较过分的事情。因为麻辣香锅说出来都没人敢发，证明是很严重的事情。阿博认为麻辣香锅说的关于上单的部分是正确的，麻辣香锅的确在最巅峰的时候上单实力远远不如 The Shy， S7 的 Let Me 实力确实没有 S8 强，而 S7 恰好是麻辣香锅最巅峰的一年。看过那一年比赛的观众应该能知道，麻辣香锅其实才是 S7 世界赛中安安季队内最 C 的人。而到了 S8 赛季，麻辣香锅开始打轮换了， Let Me 崛起成为众生平等上单，但是在世界赛上还是出现了问题，英雄池不行， The Shy 能拿出来的英雄他都拿不出来。虽然当时很多观众都幻想着安安季进入4强会师 IG， 大概率会赢，实际上真要碰上，上路差距会非常大。再有一点就是 Let Me 其实之前也调侃过麻辣香锅，如今麻辣香锅调侃一波前队友，粉丝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反应。估计是很多观众因为麻辣香锅与安安季对簿公堂，觉得麻辣香锅就是安安季的敌人了，这些观众都分不清俱乐部与战队选手之间的差别。然后就是麻辣香锅的猛料部分，阿博认为大家可以等一下看看后续麻辣香锅直播是否会提到更多，以及后续再次开庭之后的一些情况，是真是假，是有是无，只能交由时间来进行判断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LPL 昨天结束了第3周的所有比赛，在 EDG 与 BLG 比赛结束之后，直播了饭堂节目，参与饭堂的是黄金搭档3人组，
也就是G 的管泽元和 Cat， 再加上一个国豪，4人还是老样子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暗示加开团。但这一次的饭堂爆发了比较大的争议，因为在节目上的各种开团引起了各大粉丝群体的不满，尤其是管泽元在饭堂结束后得罪3大粉丝群体，爆发了微博骂战，管泽元成受害者。饭堂节目的核心就是各种开团暗示，会采用各种刁钻的角度和方式来进行精妙的开团表演，但是只要牵扯到开团，那肯定就会得罪到选手的粉丝群体。因此饭堂解说被爆破已经算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了。而普通观众有的时候也会对饭堂表示不满，因为有几次的饭堂节目都出现了不能一碗水端平的情况。昨晚的饭堂中，大家开 TES 和 JK Love 都开得挺开心，因此有观众质疑饭堂为什么不开 The Shy， 天使打狗头被单杀2次，全场战绩1-7都不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双重标准吗？还有 On 和航被开的也不多。实际上之前世界赛的一次饭堂节目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，只不过角色互换了，饭堂在狂开 The Shy， 但是不敢开 JK Love。 总的来说，饭堂节目的方向其实是节目制作人决定的，设计素材给解说方向，再探讨一下就基本完事儿了。很多时候官方出现问题，解说挨骂比较多，这次管泽元就被冲了。昨天管泽元在饭堂结束之后承受了最大的火力，冲他的粉丝群体主要有3个，分别是 BLG 战队刘青松的粉丝， TS 战队 JK Love 的粉丝， EDG 战队 Miko 的粉丝。因为觉得自己喜欢的选手被开了很生气，然后质问管泽元为什么不开其他人。刘青松和 Miko 粉丝质疑为什么不开航和 On， JK Love 粉丝质疑为什么不开 The Shy， 然后很多观众将管泽元打成了黄杂、RNG 的极端粉丝名称，还有质问管泽元为什么不开一下余霜。余霜采访 TS 还来了一波兄弟情。关于管泽元和余霜还有一些比较恶毒的评论出现。与此同时，还有很多观众站在管泽元的立场上对这些粉丝进行了反击，形成了各大超话、微博和论坛的大规模骂战现象。从这个事情就能看得出来，很多粉丝的心理是不想让自己喜欢的选手被开，同时希望其他选手被饭堂狠狠的开团，饭堂会得到部分观众的支持，但得罪的人会更多。除非是那种舆论风向非常明显的事件发生，否则饭堂不管怎么开都会有争议。饭堂节目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流量队伍身上，一期节目设定好一些有趣的梗和各种环节，嘉宾提前准备自己的内容，然后录制节目。一期的时间还是有限制的，嘉宾很多时候也都是自由发挥的，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解说不能开所有人的情况。而节目的安排引导性也比较强，就比如说一些观众质疑没有被开的选手，导播没有准备剪辑的紧急部分，嘉宾要开的话只能在聊天谈话的过程中进行暗示。因此来说，阿博认为有的粉丝群体言论显得有些过激了，也过于容易被破防了。如果觉得自己喜欢的选手被开很不舒服，大可以选择不看饭堂，但很多选手的心里就是想看，因为很想看其他选手被开，结果自己的选手被开得比较狠，看完之后不仅没有体会到快乐，反而是生气了，这就有点得不偿失了。总之，还是建议各大粉丝群体不要有那么大的力气，可以客观地讨论饭堂的不合理之处，但不要发表一些恶毒评论。